久闻湘西此事大名，听说你们专门帮人排忧解难。我这儿正好有一桩难事，想请你们出手相助。我要9门各当家的人头，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10倍奉上。3天之后送你人头。你们真的可以杀死9门吗？我们和张启山隶属同宗，他有多强，我们就有多强。为何现在才来找我们？从前上峰另有打算，现在由我全权负责。一若变卦，定金不退。2月红，他有一间密室，这世上没几个人知道怎么进那间密室，而且听说，就算用炸药也炸不开那间密室。封城以后，他就躲了进去，再也没有露过面。大空行云尽涌。2月红的弱点是他的亡妻，要利用好这一点。陈皮虽然是2月红的徒弟，但是也最恨2月红，因为他一直认为他最爱的师娘是死在2月红的手里。我听说陈皮多次进到2月红的密室里刺杀他，所以陈皮一定知道怎么进到那个密室。师娘做的差远了。爷爷，我记性不好，踩死的蚂蚁无数。可我怎么就不记得我去湘西杀过人呢？今天我就让你长长记性。还认得你师娘的这口棺材们？只要你找死！师娘，师娘，师娘！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说过，如果穷途末路，要怎么办？
汉家弃宗者，不配留面。外家人，我已放你走了，你不该来此。你想活吗？你可以试试，再逃一次。你想活吗？如果你想活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。你到底想不想活？我想活下去，我跟你走。他们会不会追上来？要是被张家人追上，我们就都完了。放心吧，张家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，本家人自顾不暇，没有空理会我们这些外家。那你为什么救我？你作为堂堂正正的本家弟子，之前为什么选择叛逃？因为我忍受不了张家本家，我想要自由。这就是我救你的理由。谁曾说的语言，多谢救命之恩。起来吧。如果你相信我，可以选择跟我走。或许我们可以闯出一条新的路。我跟你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鱼。以后你就叫小鱼。张小鱼。鱼很自由。你现在自由了。佛爷，我就是个被张家驱逐的叛徒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说你想活吗？我这种人，不问过往，只看将来。照顾好其他人。佛爷，往事如云烟，无声中决断。这谜局纷乱，谁又难得考完？在寻常不过的道别。佛爷，抬头似乎是艳阳天。对不起，或许是我终究是个叛徒。军政部不可能让九门设下三门，表面上女人戏子不可杀，但暗地里随便给他们扣上一个名头，他们谁都跑不掉。整件事情只有一个支点，就是罗昂真心想帮。只要有你在，九门才能活下去，跟咱们一起讨饭吃的兄弟们也能活下去。所以，我必须亲自动手，帮军政部把其他九门当家的一一处理干净，一个人吞下九门。这个局
才算做实了。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事，我不应该把你们拖进来。这是我的战场，不是你们的。你的战场就是牺牲你一个人，是吗？好，牺牲你一个，我们也平安离开长沙了。你觉得我们能活下去吗？你觉得军政部真的会放过我们吗？还有机会，只要你现在离开，你还有机会活着。佛爷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九爷、小玉还有我，为什么要彻底保你下来？不是为了保你，是为了保护整个长沙。你还要参与战争，保护长沙，佛爷。时代已经变了，九门的路已经走完了，佛爷。事到如今，我才明白一个道理：孙猴子再厉害，他就是一只翻天覆地的猴子，他闹得了天宫，却建立不了新的天庭。但是你可以，你能立规矩，你能定江山，你能保下更多的人，所以你必须得留下。杀了我，九门的事就能彻底结束，百姓就能彻底安生。杀了我，不可能！如果当初我没有把你拉到过世楼，你还是那个逍遥的无业，这件事都是我的错，不应该把你拽着来。回不去了，还是我来替你做决定吧。你说一会儿报纸上写九门之首吴老狗擒下部房官文书，残忍杀害，行刺部房官本人，图谋内乱，这样的罪名够不够死3回？他哭就算了，你干嘛呀？舍不得我？来吧。对不住了。齐须既是死士，又何必再白费力气呢？局中变化，唯一子之昌。老九啊，老九，还是这么执拗。
但是这一次，无论你再如何算无一策，怕是也保不住自己了。你在日本留学的学籍资料，今日送达的军政部。这个时期留学日本的恐怕不少于1万人。霍长官认为他们全部通日？那些留学生跟你可不一样，他们可没有你跟木下那么熟啊。我跟木下君只是私交，只是私交。人家可是堂堂日本总商会的负责人，你3年前仅仅用1封信，就让人家把所有的资金都撤回去，致使日本人在新苑饭店的投资彻底功亏一篑。木下是我的同窗好友，留学期间，我的导师对我存有偏见，是木下帮我，我才顺利毕业。我欠他一个人情，信中的事只是报那时的恩情。报答恩情。所以你承认你跟日本总商会早有勾结，怪不得你这么多年的货能一直卖到日本，生意呢做得如此风生水起。你如果有证据，可以抓我。老九啊，我是霍家人，也是九门中人。如果不是不得已，我真的不想动你的。把它签了，把同日赚来的钱上交给政府，我保你平安。凭你的本事，过几年换个名号，还能东山再起。谢姓是祖辈传下，绝不能丢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九爷愿意为了一个名号去死。也不知道是聪明还是蠢。听闻日本内务省又有特务想混进长沙被击毙了，日本人对长沙真有兴趣。为了避嫌，你就继续在这儿待着吧。高了旗。夫人，哎，
是日本兵，全是切腹自尽。都是自杀呀！佛爷，太奇怪了，这帮日本兵明明在研究这阁氏楼，怎么好端端的都集体切腹自杀了呢？生活物资这么多，活下去是没问题的呀。如果他们被困了太久，又已经确定出不去了，心生绝望而自杀也有可能。心生绝望之人呐，不可能生活得如此井然有序。更何况，这么多人一起绝望，一起切腹，这也太让人费解了吧？这里的制式我感觉很熟悉，仔细搜查每个角落，我想定会有所收获。佛爷，你看，鸠山美智。鸠山美智是谁啊？你当时不在，不知道也很正常，是个老熟人，难怪佛爷觉得这里智识眼熟。鸠山美智是日本冒险家，日本特务潜入长沙寻找允童这事儿你知道吗？哦，听佛爷说过。鸠山美智非常谨慎，那他为什么不把文件都烧掉呢？这里这么多物资，资料都没有销毁，不合情理。所以我说这些人啊，未必是自杀，中邪死亡、精神错乱，才有可能不销毁资料，对吧？佛爷肯定早就分析出来了，不像你非要跟我犟。而这份说完没有？说完了。佛爷，这是日文的。臭鱼，他什么时候会日文的？这几年日本人的动作越来越多，佛爷就送他去学了日语，为的就是早有准备，未雨绸缪。哦，佛爷，这是鸠山报告的补充部分。此为鸠山提交外务省鸠山报告全卷修改依稿。30多年前，日本人大谷光瑞以中亚探险为由，带入大量脚夫、学生，深入中国腹地。5年前，途经长沙时，他的考察队分支由日本商人、探险家鸠山美智带领，在长沙城北160公里外的一座山镇里，停留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。1周后，鸠山美智向日本日清贸易研究所转外务省提交了一份16页的报告，史称《鸠山报告》。在报告中，他提到长沙的山镇底下埋藏了一个东西，也就是佛爷后来找到的允童。所有人都以为允童找到后事情已经了结，但其实鸠山报告还有一份补充文件，这份补充文件的保密程度甚至比鸠山报告的原件还要高。文件中提到，长沙地下的另一个地方，似乎有一个比允童更重要的东西。鸠山美智最后建议放弃允童，全力寻找此物。老板，这玉鱼怎么办呀？您看中哪个来，我给您介绍。该进来的都进来了吧？走，找我们的人会合。看来阁氏楼对于日本人，比允童更为重要。那些切腹自尽的人中，有没有鸠山美智？从他们的穿着来看，都是士兵。鸠山美智应该不在这儿。
佛爷，你看，这是他们入境前的合影。这不仅人数对不上，而且至少有一半的人都不在这儿。佛爷，要这么说，鸠山美智肯定在这个楼里，在更深的地方。佛爷，又找到了一些日记本。这么多资料都没有销毁，还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他们认为进了这个楼，就绝无可能活着出去。